普最喜欢的就是双边的谈判，因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双边谈判之下可以赢美国的。对，那一个一个跟他谈呢，都谈不好。大家如果很快要爆群呢，就会被他集体打击。川普他的和平委员会呢，是把川普的单边主义借着一个机制呢在扩大，因为这个和平委员会就像是一个公司的董事会一样，董事会里面绝大多数是他钦点的人，所以是借着一个机制扩大了川普个人的单边主义的作为。那么相对的，中国大陆做的叫做全球治理之友，因为当然最近很多年一直有人要去改革或者是改造它，因为它的决策的机制太缓慢，碰到了大的问题的时候就是缓不济急。欢迎您继续回来。现在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说，他最想结束的一场战争，绝对就是俄乌战争了。但是最新我们看到的就是俄罗斯、乌克兰跟美国三方的代表在周末前呢，齐聚阿布达比展开正式的和平谈判。可就在这个会议登场前夕啊，莫斯科方面却对外放话，这句话是不割地，战争不会停。那意思很清楚了，顿巴斯俄罗斯是要定了。那这句话呢，也等于就是判了这个谈判几乎是没有结果，又是无疾而终吗？当然也点出了现在俄乌战争的现况呢，不是靠着一张谈判桌就能够解决得了争议。而根据路透最新的报道呢，揭露这次阿布达比的谈判背后流传着一套所谓的安克拉治公式啊，就是前线冻结冲突，暂停大规模的推进，但是要求乌克兰割让顿内茨克仍然控制了20%的领土，大概是5000平方公里。而俄方呢提议动用目前在美国被冻结的50亿美元俄罗斯的资产，用来做什么呢？用来作为俄罗斯目前占领区的灾后重建。好，就在这三方谈判的前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能源网又发动了4年来最猛烈的一次攻击，基辅有很多地方都大规模的断电。那这场谈判呢，外界也分析，从一开始就不是谈和平，而是边打边谈，逼乌克兰你就是要给我在谈判桌上签字。现在真的是非常难谈啊！这个俄罗斯也摆明得很清楚啊，黄老师，就是我要的，我打下来的，我绝对不可能还给你。顿巴斯你就让出来吧。好，那刚刚提到这一套冻结前线、要求割地这个安克拉治公式啊，有机会在这次的谈判谈出个什么让人期待的结果吗？这个安克拉治公式啊，其实你看它的背后，我常常开玩笑，好像是2打1，而且这是美俄在打乌克兰，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想，乌克兰可以撑这么久啊，也不简单，也蛮厉害的。对，虽然说我不知道泽伦斯基最后下场会怎么样，但至少你可以看他从战争初期到中期，拜登的支持，然后一路到现在，川普对他的背刺，其实泽伦斯基。当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但是我看他至少目前摆出来的态势，还是继续的抗拒，即便1对2，对，尤其是对美俄，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事情。全世界你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同时1对2的。那泽伦斯基他现在的立场，我觉得对他的这个内部当然有一定的诉求，因为据说乌克兰内部对于割地这个诉求。大部分还是不支持的，但是乌克兰人民不支持，政治的现状可能并不是对乌克兰那么的友善，所以我们看到了在2025年8月的我们刚刚讲这个安哥拉治方案或者是方程式等等啊，其实里面对乌克兰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不只是割地，也就是把这个顿巴斯地区啊、卢甘斯内、顿涅茨克等等全部地方全部要割出来，还有呢冻结前线。也就是战争打到哪里，我们线就画到哪里。那表示不只是顿巴斯这些整大块地方，还有其他的地方，俄罗斯几乎就是直接占了地，就是他的了。以后怎么拿得回来？对，还有一些在去年讲了，其实非常的惊世骇俗的，就是说美国已经很清楚的跟俄罗斯讲好了，那乌克兰以后看看能不能考虑它就是变成中立，而且呢，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那这个其实加入北约就是这个战争当初对不对？几乎就是它发生的原因。那乌克兰忙了这么多年，结果回到了一个原点，等于是这个对乌克兰讲，花这么多的人命、财力，然后这么多年的这个痛苦，结果换来是这样，其实很不值得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不是一个和平的解放？
其实这真的是看法两极。为什么有人说它和平解放？因为你只要谈了这个东西出来，甚至如果真的是就现状把这个暂定的这个领土划界画一画，那当然就结束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长期的消耗战，大家暂时可以回到比较和平的生活。而且呢，经济的这个能量重建的能量才能进去嘛。你打仗的时候，经济重建能量怎么会来？但是它为什么可能是拖延？有人说是泽伦斯基在拖延，我刚刚讲过了，他要对内部交代，内部对他还是有很多这个大的这个压力。那另外还有一个拖延，就是说乌克兰它的主权的底线，当然就是这所有的土地。所以如果你现在放手的话，绝对拿不回来了。对，所以拖一天是一天，但是我不觉得泽伦斯基真的有他的解放。这真的很难谈，所以这次在达沃斯论坛上面，川普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不也提到了嘛？他说，其实他在中间斡旋呢，当有一方就是俄方这边好不容易跟俄方谈定了，乌克兰这边不答应，乌克兰这边谈定了以后呢，俄罗斯这边又不谈，又不答应，真的不是他当初所想象的24小时之内就能够结束俄乌战争啊。不过现在川普又出招啊，他说他要向全球宣布一件事情。他说他要重写国际秩序啊，那他宣布呢正式成立和平理事会，而且呢宣称这个机制呢将会负责监督加萨重建，甚至暗示未来这个和平理事会可能会取代联合国的部分功能。所以也有分析就认为说，这是不是跟联合国在分庭抗礼啊？来说到联合国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他们连 logo 都出来了，和平理事会 The Board of Peace 呢。跟联合国的这个会徽啊，还真的蛮像的哈，都是有这个橄榄枝在两旁。然后呢，你会发现呢，美国设计这个和平委员会啊，这个理事会呢，还有一个盾牌要保护全球，那不是跟联合国是差不多的吗？那到底是有什么意义？来，然后呢，白宫方面现在也提出了和平理事会8名执行委员的名单，川普呢，当然就是主席。然后呢，还有这位罗旺啊，他是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执行长。另外，川普的女婿 Kushner 也在这个执行委员里面啊。还有就是英国的前首相 Tony Blair。另外就是彭安杰，这是世界银行的总裁。还有这位保加利亚的政治家啊，叫做穆拉迪诺夫。另外就是川普的中东特使 Witkoff， 还有美国国务卿 Mark Rubio 啊。这份名单有公信力吗？请问你 ，Ross？公信力我不晓得，但是至少还是会运作。短期之内，在将来3年，川普的这个任期之内，这个组织还是会在了。川普不会明天放弃，所以不能继续推动。不能说完全没有什么功能，至少还是会做这个加沙的重建。会不会处理其他全球各地的战争、内战等等，真的是一个问号。但是不得不说，在过去几年联合国秘书长处理这些战争、内战等等，不管是5·2、非洲、中东，在我们印太地区、缅甸等等，完全无能，完全无能。这个秘书长真的没有什么效果，虽然他即将要下台了，不知道接班人是谁，但是联合国很早就让很多人很失望，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不管是解决难民、战争等等相关议题，但是尤其是在最近几年这些战争上，真的没有发挥。我说联合国没有发挥什么实质的能力，所以以后这个 Board of Peace 会不会在这些战争上有实质的解决的这个角色？不排除。你觉得会有实质的效果吗？会有这样的效力吗？联合国至少是一个平台。比如说国家 A 跟国家 B 有战争的话，那至少这个 Board of Peace 或许是一个平台，可以扮演这个调停人的角色。但是问题来了，川普很喜欢他自己扮演这个角色，那他怎么会让别人来？就是要做王，不是吗？对，所以你看这个 Board of Peace 至少几个人是他的人马 ，Kushner、Witkoff、Rubio， 所以即使这个 Board of Peace 在这些战争和平谈判有角色的话，当然不会
不会超越川普本人的角色就对了。我还可以加一个，世界银行的总裁是美国，他要 OK 才能上任，也是所以那也是美国川普的点头答应才行的嘛。对，所以你可以发现，现在川普打算要成立的这个和平理事会，现在加入的成员大概中亚的比亚美尼亚、这个亚塞拜然哈，还有像是东欧的保加利亚哈、埃及、匈牙利、印尼、约旦 ，G7 都不在里面呢。这不是很奇怪吗？G7 这些国家，本来是非常非常支持多边主义的，还有这些国际组织，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COP、气候协定的机制等等，本来就非常非常支持多边的主义。那他们都看这个 Border Peace，都是认为，虽然已经有10几个国家加入，但是还是美国主导。可以说99%都是美国做决定。对，好，美国主导，可是美国最后又决定退群，这是美国一向的一个习惯。你说像最近最新的就是他正式退出 WHO 啊，世界卫生组织，然后还欠了一大笔的钱没有缴，说不缴就不缴了。那说跟我没关哈。那但是呢，在川普强调说他因为要透过这个和平理事会重建国际秩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有一种不同的做法哈，他走不同的路线。最近在联合国，他就成立了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已经有40多个国家参与。那同时间呢，也加强跟古巴、像拉美还有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方更是直接喊话说，大家要捍卫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单边的命令其他人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现在面对川普这个不断的出招，想怎样又怎样的风格啊，因为确实这是川普，他就是川普，他就是觉得不然你要怎么样啊？那中方不是以静制动，而是以动制动的这个大战略，倩姐怎么看？我们回去再看一下，川普他的和平委员会呢，是把川普的单边主义借着一个机制呢在扩大。因为这个和平委员会就像是一个公司的董事会一样，那董事会里面绝大多数是他钦点的人。对，所以是借着一个机制扩大了川普个人的单边主义的作为。那么相对的，中国大陆做的叫做全球治理之友。你们如果关心 UN 的话 ，UN 当然最近很多年一直有人要去改革或者是改造它，因为它的决策的机制太缓慢，碰到了大的问题的时候就是缓不济急，包含了委内瑞拉也是缓不济急啊。但是全球治理还是一种梦想，就是人类要把全球的问题放在一个 global governance 的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所以呢，你仔细把这两个对比的话，一个是和平委员会，川普的单边主义借着机制扩大；另外一个是在既有的多边主义最大的平台联合国里面呢，创造一些对于这个多边主义更有承诺的组织和国家，进入一个新的组合，就是现在的全球治理。那为什么要进入一个新的这个组合呢？因为当然是原来旧的组织里面包含了绝对的强权，想要退群就退群的。那现在其他的人还要不要留在一个全球的多边主义的结构里面，试图去维系最初的这些想法？譬如说WTO， 美国大家都知道，很久以来，美国就我不管你的争端解决机制。那么其他的国家可不可以在 WTO 减一的架构之下继续施行 WTO 的理想？对，减一就是减美国，只要跟美国有相关的，你得符应美国的游戏规则，你得跟着它的规则走。但是你跟美国没有关系的贸易，你是不是还可以在原先的 WTO 的架构里面走？就是假定说何荣耀来霸凌我，那我跟他做的生意我就要听何荣的。我不会霸凌你，但是我要跟黄回博做的生意，跟 Ross 做的生意呢，我们还是可以在多边主义走。所以 两套系统，对 WTO 减一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那联合国会不会变成这样子？就是美国去做他自己的董事会。那么，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如果要一个的去对抗美国对于他的单边要求，刚才 Ross 也说了，川普最喜欢的就是单边的，就双边的谈判，因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双边谈判之下可以赢美国的。对，所以呢，那一个跟他谈呢，都谈不好。大家如果很快要爆群呢，就会被他集体打击。所以留在一个既有的体系里面，在联合国里面成立一些对于全球治理更有承诺的一些组织，对于人类共同未来更关系的事情呢，在这里来处理的话，也是一个 UN 减一。就是美国可以要做什么你去做什么，我们其他的国家呢还可以在联合国这个结构里面包含了最近刚刚有的是 BBNJ， 就是在全球的公海上面怎么样去处理公海的资源
是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那这个 BBNJ 呢，就是全球的公海的资源是属于全人类的，要由联合国来管理。对，你不能自己去探勘啊，或者是去追捕鱼群啊。像这种概念呢，联合国其实还是在试图运作的。所以只要有更多的国家愿意留在联合国的这些可以运作的东西，那至少有一些题目还可以用多边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虽然我们知道国际法里面对于战争的一切规则，川普现在已经一脚推开了。对，所以不只是 UN 减1啊，这个1当然是美国啊，会不会是 World 就是世界减1才会是一个更理想的状态？因为说要重建整个新的世界秩序，还是说其实是美化了权力的无限扩张，自由公平。好，继续来关心在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呢。现在在这个礼拜呢，俄乌的双方先来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他们有一个最新的通报，表示呢，俄军继续向乌克兰的防御区来挺进，逐步呢在苏梅还有哈尔科夫这些地区建立了安全区，目前已经实质控制了苏梅州的科马罗夫卡镇。那俄军的武装部队打击了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储存点，还有起飞准备点。另外，俄军防空系统也击落了26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至于乌军这边呢，中央司令就说呢，乌军也是部署了，已经部署了由美国 V2X 公司所生产的暴风雨飞弹越野车，也成功击落了21架俄军见证者的自杀无人机。双方现在都在主攻对方的无人机总之呢，就是各有战果，然后呢，把战果拿出来告诉全世界。但此时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乌克兰的新任防长叫费多罗夫，他就表示，乌克兰军队大约有20万名士兵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岗位，或者是因为另外就是涉嫌逃避兵役被通缉的人大约有200万人之多。这个数字点出了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战争打到现在已经快要4年了，越来越没有人了，越来越没有兵了。好，那么就是有人有兵，可是呢，大家都不再想打，想要逃兵的逃兵，想要规避兵役的规避兵役所以俄乌战争也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就是现在新的战场样态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姜老师你怎么看无人化的这个作战战略？因为最近都在讲的无人机，未来无人化。对，没有错。现在因为俄乌战争之后，大家就广泛的看到无人机以后在未来战场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它不但可以做长距离的巡逻、侦察、察打一体，也可以支援前线的战斗。那更重要的是，现在中长程无人机被视为是巡弋飞弹跟弹道飞弹这种高价飞弹的一种很好的替代品，所以接下来大家都看到无人机以后在未来战场的潜力。那包括两岸，其实两岸也是如此。现在两岸基本上都在大量的扩充各种形式的无人机。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会比较有一点，在以后的这种两岸的无人机冲突面，会比较有一点点不利的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各种政治考量，特别是华府的态度，我们通常会等中共出手之后，我们再进行相关的反击。换句话说，变成中共会掌握主动权，所以他会先发动。那更重要的是，当这个无人机各军兵种都大量使用无人机，那甚至以后中共做蜂群无人机，那我们这边也有大量的无人机的时候，这个时候决定无人机在战场上表现的关键，就不是无人机本身了，而是支撑这个无人机运作的各种的体系，导航啊、通信啊等等。然后接下来就是人工智慧 AI 的部分，因为当你无人机数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可能再用每个人脑去控制，所以到最后是用人工智慧去控制。包括以后中共一直在推的以后它的蜂群无人机，对，这都是透过人工智慧来控制。它不但可以根据状况决定我这个机群飞行的路径、进入的方向，甚至于在我的机群受到一定的损失之后，它会自动去解算说，那我的攻击顺序、攻击目标要不要调整？那这个蜂群无人机靠的当然就是算力嘛。那坦白讲，这一方面，也许我们在数量方面，我可以很快的建立起一个很大的无人机，但是呢，在人工智慧方面，我们要跟中共抗衡，坦白讲有非常大的难度。而且您在提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载台的问题。
因为载台是可以行动的、移动的，就是说有无人机的航母，这是中国大陆有的。对，中共以后也会。那我们就只有固定的在岛，就是这个台湾的不同的地方，可是它都是固定的。而且就是刚刚提到的，通常是中共有开打的主动权，所以中共的东西会比我们的先离地，会比我们先离地。就是它的第一级。对，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被迫承受第一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使得在两岸这种无人机冲突当中，我方有先天比较不利的地方。但是如果进入到所谓的国土防卫战，那到时候靠的是战术型无人机或中小型无人机的话，那台湾方面这个当然就会挽回一些的优势。对，所以未来的这种无人机冲突是一定会发生，而且状况会变得非常的复杂。确实啊，俄乌战争让全球包括甚至我们身处在台湾，其实看到两岸之间未来可能的一个发展，如果进到了军事冲突，都是有非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那提到了俄乌的议题啊，最近美国总统川普他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表态了。那么他在白宫接受路透社的资深记者接受他的专访，他点名了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是俄乌和平协议的一大阻碍。那同时呢，在这次的专访当中，他讲了很多，包括了联准会的主席鲍尔这个司法的争议，还有呢俄乌战争、委内瑞拉、伊朗的局势等等特别提到了俄乌协议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必须让泽伦斯基总统同意。而当提到了普丁，那川普则说呢，他认为普丁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反而是乌克兰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那所以记者就直接在问他说，那你觉得最大的阻碍呢？他立刻就回答泽连斯基 ，OK， 他就点名了泽连斯基。所以现在回到俄乌，现在都希望，就全球都希望看说什么时候能够进到一个谈判，就是和谈的一个格局啊。可是现在点出了泽连斯基啊，就川普的谈判逻辑来看，来研判的话，大使您觉得，因为要让泽连斯基接受这个条件他会有可能提什么样的条件让泽连斯基愿意进一步的推进和谈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和谈美国本来已经占到主导的角色了，他的立场就是完全接受普丁的立场，让泽伦斯基接受，尤其在领土安排上面，那其他都不是重要，还有就是说战后的安全保证。其实领土的部分，泽伦斯基一变再变，那么这个有关战后安排，这个美国的安全保障部分，事实上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因为最后得出来一个就是说类北约式待遇，由这些欧洲的所谓的志愿者联盟加上美国，用他们跟这个乌克兰的双边的协定来达成类似北约第5条的这样子的协议，这样子的一个保证那换得了这个泽伦斯基他们说我不加入北约了，事实上就有2大难题，一个北约的问题，一个这个就是领土的问题所以事实上本来已经有突破了。可是呢，我觉得就变可能是这个川普认为，泽伦斯基做突破，回过来跟俄罗斯谈，说我已经拿到一半的东西了。另外一个领土的问题，你能没有弹性？就普丁领土是没有弹性的，而且普丁的领土就是说顿巴斯的2个州的土地我要完整的，也就是说顿内刺客现在大概还有20%在乌克兰控制的情况之下，这个和谈下来的话。乌克兰要把那个顿内刺客20%还在他控制的领土要交出来，那普丁给什么？普丁就说好，那我就把我在现在这个哈尔科夫在其他还有这些第内伯罗一些零星占的一些土地我还给你，所以就领土交换。那这些部分的话，其实川普事实上可能也认为普丁没有弹性不够。所以川普居然说我要对俄罗斯施压了，对不对？谁在买俄罗斯石油，通通25%，然后呢，又把俄罗斯的那个这个石油公司在美国这些资产给它冻结，所以川普是改来改去的。那现在变来变去，现在为什么川普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呢？就是因为14号的时候，这个。普丁在俄罗斯参加的活动，他出来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乱我们真的是很忧心。”不过谈到俄乌战争了，所以呢，俄乌战争的话，越早结束越好，希望越来越快结束。那现在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出现在基辅跟这个
基辅跟乌克兰那一边呐，他这样讲，所以记者就去问川普，所以就是说，川普就说顺水推舟这样子。是的，可是呢，这个问题就变成你川普你的立场也不是很稳定，你一下答应了俄罗斯，回过来又跟俄罗斯又施压，那你一下来又泽伦斯基听你的时候呢，你就把泽伦斯基踩在脚底下。现在泽伦斯基不听你的，你要怎么办？因为泽伦斯基事实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已经得到欧盟给他900亿的欧元的承诺，钱有了。因为川普手上就2张牌，第一个不给你钱，第二个他武器老早都不给了，你要就让北约拿钱来买。对，第一个钱你没有钱你就不要打。第二个呢，他用贪腐案来逼泽伦斯基下台，结果呢这2张牌现在都落空。为什么？因为欧盟志愿者联盟现在已经同意拿900亿欧元，是2026到2027的。你的国家预算跟你的军事用开支，现在昨天那个冯德莱恩还讲，300亿是给你行政支出，600亿是给武器，给2年。泽伦斯基有钱了就不怕了。另外一方面，泽伦斯基已经把国防部长也换了，军队的要员通通换，就表示他地位稳固啊。地位稳固就没有什么改选问题，本来30天，本来可以往那个谈的方向了，现在本来有贪腐啊，结果最近抓了一个前总统，把所有的转到那个女士身上去了。泽伦斯基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所以川普抓不住他了，所以就再警告一下，所以这边骂街都是泽伦斯基。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其实就是2个比较一下，普丁跟泽伦斯基，当然是泽伦斯基比较好踩在脚底下嘛，对啊。那普丁的话，当然很难。好，那可是回到战争的本身啊，我们看到已经快要打4年了。这个2月份马上就要满4年，现在其实基辅蛮惨的，因为基辅呢也连日的被轰炸，基辅的部分地区的居民其实现在过着无电可用的生活。现在大家知道还是寒冬啊，这个冬天无电可用是非常非常的困苦的。那乌克兰呢，在冬季啊，他们接收了来自希腊的天然气，抵消因为俄罗斯攻击所造成在乌克兰国内能源产量的损失。而欧盟呢，各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决定他们要逐步淘汰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并且逐步淘汰俄罗斯的石油。液化石油天然气进口呢，将会在2026今年年底要终止。管线天然气在2027年的9月底前要停止。那么目前呢，俄罗斯的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进口的12%，已经远低于2022年在战争爆发前的45%。可是现在包括匈牙利、法国、比利时还是有在接收俄罗斯所供应的天然气。那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呢，则是从2022年年初的26%降到目前的2%而已了。欧盟现在主要呢是从挪威跟美国这些供应商，向挪威、美国来采购天然气。这样听起来，其实美国真的还是最大的受益者啊。不过陆老师怎么看哈？这对于这个今后欧盟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现在你不要再用这个不采购俄罗斯的，你就是像美国或者像刚刚讲说挪威的天然气也好，石油也好，经济上的冲击会是如何评估呢？短期的话，经济上一定会受到冲击，所以它的天然气的价格一定会上涨，因为美国的天然气是比这个俄罗斯大概贵30%到50%的一个价格，所以对欧盟国家来讲，尤其刚刚是讲到这个法国、比利时、匈牙利，他们这些长期接受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这个国家，对他们讲，他们的挑战就很大了。那尤其像德国，以前他是主张要整个废核，那现在他要开始恢复核电。恢复核电过程，它就需要其他的天然气啊、煤啊这些的来作为它的能源的供应。那它这方面对他们影响也很大，所以他们欧盟国家短期的这个能源的成本一定会提高，那一定会增加每个家庭的这个开支。那政府财政上一定会做这方面做一些补贴，那政府财政也会受到这方面影响，就会有排挤的一些效应。但长期来讲的话，对欧盟国家也不能说都是坏事，因为它就开始做一些，像它德国开始生产核电厂了，还有再生能源是不是来再转化？这样对整个欧盟国家的能源是不是更健康？诚如刚刚你说的，本来这个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是45% 是来自于俄罗斯，对，那现在已经降到12%了，那石油降到2% 了，所以这个对俄罗斯的这个依赖会逐年的降低，直到今年底就不再供应了。那明年9月就不再管线天然气。我相信对欧盟国家来讲，
它的经济财政体制就做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但这里有一个，就是如果它的天然气来自于美国的话，那欧盟国家，那你将来一定会受制于美国，这个是绝对的。因为当初他们受制于俄罗斯，那如果你的能源来自于美国的话，那美国又是用船来运来，所以你船的这些运来天然气，你的这个运输设施成本对储油设施这些都要重新新建。像我们台湾，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储油设施，除气措施，因为我们还要再气化，然后再除气，那这些设施我们都缺乏，所以人家一直说我们的天然气只能供应10到14天，如果一旦断气的话，就会对我们的国安有很大的影响。那将来欧盟也势必会受到这样影响，所以欧盟势必要寻求其他的替代能源来作为补充，否则对它将来未来经济的影响是蛮大的。因为你的能源成本贵的话，你要发展基础工业，甚至 AI 就会有问题。对，您点到重点啊，就是能源的供应其实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哈。因为如果缺电的话，除了民生用电受到影响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工业用电。等一下回来就要来聊的是，如果欧洲的能源供应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话。好，继续来关心俄乌战场的最新局势。最近看到了川普呢，他提出了28点的终战和平计划，这当中的内容包括了要乌克兰割让部分东部领土，还要限制乌克兰军队的规模，以及很重要的一点啊，放弃加入北约。总共28点，当然也传出呢，川普希望呢，乌克兰在感恩节，今年的感恩节是下个礼拜4啊，27号之前，希望就能够同意这些条件。俄罗斯总统普丁也发声了，他称说这份提议呢可以成为谈判的起点，而普丁也警告，如果基辅方面拒绝对话的话，俄军将会在其他战线重演最近在库皮扬斯克的攻势，也就是加大猛烈的攻势啊，继续打。那其中啊，我们看到在第7点，洪老师他们要求乌克兰修宪承诺永不加入北约啊。我们就想到了，在战争发生前，就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才引发了这个俄罗斯称是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停止的俄乌战争哈。所以，第一个，乌克兰怎么可能会答应呢？第二个，乌克兰答应不答应是他们能决定的吗？应该是欧洲怎么看吧？国际关系中间，我们经常这个比较轻松或玩笑的讲，一直存在一个 AIP principle，叫做 anything is possible， 啊，没有永远不会成，就不管有没有入线都一样。今天问题的症结在于俄罗斯针对北约东扩的一个，我认为这一次整个打了3年多，基本上是一个总反攻。因为已经美国北约东扩在冷战结束以后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也深刻理解到东欧国家啊就在俄罗斯的边境，那他不管就武力就人口来讲，实在没有办法独立抗衡俄罗斯压力，所以希望大家抱团，就加入北约。那么这个问题不是国际政治或者是课堂中间就可以完全分析结束的，而是有一些原则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检视一下？第一个就是北约能不能够接受新的国家，是不是俄罗斯说了算？第二个就是如果这一次的协议是照这样子谈，基本上俄罗斯愿意考虑比较正向的考虑，是因为俄罗斯占上风。那就换一句话说，边界啊，就是一个国家可以被侵略，它的边界可以被变更，是被接受了。那其实会增加更多欧洲国家，尤其是北约国家的疑虑。那么如果这个签下去，并不能解除其他濒临俄罗斯边境的，如波兰者啊这一类的国家的任何安全感。不会有这个就算叫做和平协议好了，也不会增加安全感。所以明白来讲，这个所谓第7点，它不是乌克兰的 membership， 就是乌克兰能不能够成为北约国家之一的单一问题，而是整个北约的原则，整个战后的秩序，欧战的边境。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对于未来欧洲安全的影响并没有降低。那么在这几个情况之下，我相信要欧盟或者是北约接受的情况之下，即使乌克兰同意，可能北约
跟欧盟都会有很强烈的意见。对，所以北约跟欧盟的态度哈，接下来会是如何？因为发现在当中，就是从文字里面你可以发现是，普丁他其实说这是个起点，其实他在定锚，就是说这个只是基本条件。所以永不加入乌克兰，因为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过说，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永不加入乌克兰，起码30年、50年哈。可是普丁就直接告诉你说，这个永不加入乌克兰只是个起点哈，其他几点27点都还算是可以继续谈的哈。所以金钟老师怎么看啊？因为现在乌克兰能不能决定，恐怕不是他们自己说了就算了哈。现在对于整个欧洲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了。我坦白讲，我觉得如果真的协议的内容是金融时报目前已经刊登了来讲，我觉得俄罗斯算是相当程度算是大胜。而且华府真的有点很多的条文真的有点欠缺考虑。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乌克兰宪法中明定不加入北约，北约在章程中不加了。其实北约要不要接受新会员国是必须要一致决，是一致决。所以只要美国表态反对，就不会。但是你现在把这些条文放进去，坦白来讲，第一个，北约其他国家能不能接受？因为你事先没有跟北约其他国家讲。第二个，泽伦斯基就算能不能做得到？所以这个条文放进去，其实是让这个协议可能在以后在执行上会出现问题。第二个就是所谓领土的问题，他明白表示是说，视为事实的领土，美国也将承认。对，坦白讲，这个写法从谈判来讲，对美国不利，因为它其实有另外一种表述，就是我就是停战线停火。那只要俄罗斯履行了停火协议的话，我开始做关系正常化，而不去碰这个领土的问题，其实就是南北韩现在的状况嘛。所以从这样的迹象来看，是不是就照着俄方就是普丁这边当初的一些要求，几乎就是比照办理，而且成立俄美联合安全工作小组，负责监督协议执行，美国跟俄国来监督协议执行。对，乌克兰呢？乌克兰角色在哪里？乌克兰根本没有在哪里？欧洲角色呢？对啊，欧洲角色也没有。这边不只是乌克兰变成是这个菜单上面的菜，连欧洲都差一点。而且我现在很担心这个协议到最后可能就算签了，可能马上会出状况。因为第一个，如果乌克兰政府接受，那以后乌克兰的中央政府一定就会变很弱势。对。然后，而且在2014年其实就签过明斯克协议，但明斯克协议为什么后来无法执行？各地的那种民兵团体是各地的民兵团体所造成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协议签下去，就算真的签下去，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搞不好过一阵子，马上俄乌边境又会再有新的事情。而且从这个当中，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川普对于结束俄乌战争的一个急迫性哈？那明老师，因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提出的担保包括什么呢？如果俄罗斯未来又再入侵乌克兰，美国除了会采取果断而且协调一致的，他说军事回应之外，哈，也会恢复所有对俄罗斯的全球制裁，而且撤销新领土的承认以及和平协议所有相关的其他利益。话讲的虽然这么狠啦，但到时候执行上面恐怕的效率是有多高。所以您怎么看哈？现在就是看乌克兰跟欧洲也可以不接受，那不接受的话，普丁也说了，那么我们就继续加大攻势哈，库皮扬斯克就摆在眼前，我们就继续打。那接受了，至少退而求其次，可以换取暂时的和平啊，但是绝对不可能是永久的和平，因为从历史上面我们来讲，从来没有永久的和平嘛。暂时的和平嘛，就不用签28条。对，你直接签个停火协议就好了。对，就是刚刚讲的限地停火，那就最简单了。大家现在看的最怕就是 Taco 了，最怕就是 Taco 在线，就怕 Taco 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时战争开打没有多久呢，我们就看了半天，后来我们说，这打起来有点危险。后来我们的朋友在吃饭聊天讲说，那怎么样才能让俄国停火呢？我想，那我只有一个办法，美国立刻出兵，美国出兵就停火了。他就不会再打下去了。只要你美国一天不出兵，他就东西要打下去。然后川普在选举的时候，我上台之后，我用制裁，用什么办法？普京一听讲，那意思就是你不会出兵了，那我就先打。我打到什么时候？打到你逼到我坐上谈判座位那天为止。一定是这样，逻辑是这样。他早就料到了。对，只要普丁这样想的话，那泽连斯基就不能停手。所以川普讲的话，我说战争会越打越凶。当时我立刻反应就是如此，因为我们读国际关系读久之后，这会。bluffing 谁都会，那问题就是你看最后那个牌你下不下得了，然后最后你的筹码是不是下得够大？我当然明白川普的动机，川普第一他想博得美名，我又停止了第9场战争，第10场战争。第二呢，他真的认为乌克兰虽然重要，但台湾可能更重要。
所以他真的想把注意力移到台湾这边来。但是你这种移法让大家觉得说，那到时候你会不会过来啊？你能不能丢成这样的？那我怀疑你是正常的。所以川普这样做反而增加了他以美论的强度，我觉得是不好的。所以后来到了大概去年前年的时候，当时川普不是在讲说，哎，我当选是怎么样，然后上台就是说我怎么可以结束战争？我说24小时、48小时、72小时能结束战争，这个看你拿什么东西出来。你只要不出兵，那个战争呢，大概不会这么快停下来。那现在果然如此。我认为最后的判断在哪里？就刚刚各位讲的，如果欧洲不同意的话呢，那这个事情很难谈成。大家现在都说啊，北约东扩是造成这样。你把历史拉长看，是东欧西逃，不是北约东扩，对不对？东欧被打了400年，现在好不容易碰到俄国一衰弱，大家就四散奔逃，逃出去，像刚刚建正兄讲的，逃出去怎么办呢？你看我啊，那怎么抱团吧？那就抱到哪里？就抱进北约嘛，这是唯一合理的选项嘛。那北约是不是真的都会第5条真的发挥作用呢？不一定，但有总比没有好，所以先进来。所以现在虽然有北约，英德成立的安全同盟啊，对不对？英德前几个月才成立安全同盟，你有北约，为什么英德成立安全同盟？英德都觉得北约不能保护他嘛。那如果连靠不住啊，如果连英国、德国都觉得说美国不能保护我，或美国靠不住的话，那你觉得其他小国会相信吗？对，是不是这样？所以逻辑就是，我说不是北约东扩，是东欧西逃。现在大家现在在四散奔逃当中，所以现在最关键问题呢，当然。泽连斯基有多大选择空间，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如果欧洲各国真的担心自己安全的话，他们会想办法援助泽连斯基。川普原来那个手法呢，比较粗糙。我说他是激将法，我很早说他是激将法，但这个手法就难看，让人讨厌。我常讲说，如果川普讲话像雷根，做事像雷根，他现在事情做成一半了，他去讲话像川普。做事像川普，所以很多事情没做。没办法，他就是川普。对啊，所以我就说嘛，所以大家现在最担心什么？好，今天带着大家先来关心的就是在俄乌战场上面，现在出现了新的拐点吗？因为《华盛顿邮报》最新的报道说，美国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在11月20号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提出了白宫特使维科夫还有俄罗斯的特使德米崔耶夫共同拟定的这28点和平协议。如果看国际新闻的都知道，这28点协议呢，几乎就是照着俄罗斯的版本，好像在拟一样。美国总统川普在21号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说11月27号，也就是今年的感恩节这一天，看起来呢是要求乌克兰签署协议的适当期限。但是大家细看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对乌克兰真的是极度的不利，包括美国承认克里米亚，还有以及合称顿巴斯地区的像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把它认为是俄罗斯的实际控制领土。另外，乌克兰的军队规模将被限制在60万人以内，而且必须要修改宪法，承诺不得加入北约，北约也不得在乌克兰驻军。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呢，则是会分阶段取消。怎么看，就是左边看、右边看、上面看、下面看，都觉得是对俄罗斯有利，而对乌克兰极度不利所以这28点和平协议也像是大家就戏称是川普是不是彻底的出卖了乌克兰？他是觉得，基本上是联手跟俄罗斯一起联手连卖了，把乌克兰彻底出卖。不但这个现在乌克兰领土，他基本上都要接受，就是已经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不管你今天是就是说，是冻结也好这个还是说就是说承认，不是承认啦，就是说有这个现实。不过就是说乌克兰的俄罗斯在这些现在占有的领土上，乌克兰领土上，它的地位都不会受到挑战。对，而且乌克兰最初打这场战争，造成这场战争的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他们排斥。这个歧视或者说虐待在乌克兰境内的恶意人士的这些作为都要取消。然后呢，还有就是呢，想要加入北约也别想了。所以，然后呢，对俄罗斯来讲，这两个都是他打仗的目的当然就是说都得到了，还外加一项就是说，战争开始3年9个月前开始的时候，这个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各种经济制裁，包括扣的款。对，基本上都要逐步取消，钱也大部分要归还，
啊，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我都觉得这个提出来由川普提出来有点奇怪，应该就看都像是拜占条约的感觉。对啊，应该是普丁提出来的，怎么会是川普？普丁有发声，普丁说呢，这只是谈判的起点啊。这个已经比普丁能够提出来还更好了。那最好笑居然是川普提出来。那川普是哪一国人啊？我都觉得他是不是俄国人啊？所以你就要问我说他有什么把柄在普丁上，我怀疑他是伪装的俄国人，而且这次是美俄双方的这个相互协调之下出来这28点哈。我在想问说，乌克兰的角色在哪里呢？乌克兰就是被瓜分的一块饼。然后呢，最好笑的是，这个整个在协议在谈的时候，欧洲所谓的现在这个首当其冲的欧洲几乎没有角色。对，所以大使，您觉得接下来这个乌克兰能不能同意，恐怕不是他们能决定的。可是呢，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比如说德国啦、法国啦、英国啦，他们的态度呢？这些说穿眼都是我们台语叫这个嫩卡诶啦，软脚虾，都是欧洲，都是嫩卡诶。然后呢，乌克兰呢，现在泽伦斯基自身难保啊。我今天就想说，为什么这个28条提出来前，突然泽伦斯基的贪腐案被提出来？这个贪腐又不是今天才贪腐了，战前就贪腐，战中也贪腐，对不对？现在人赃俱获，然后人也跑了，哇，涉嫌1亿美金哎，对，那你泽伦斯基还有什么好说的？对，而且已经给他一个下台阶了，这个签了以后3个月就让你下台，你就可以走了嘛，对不对？你3个月你就要重新改选总统，所以这些条件对那个乌克兰讲是很苛刻啦。我觉得对泽伦斯基是给他一个下台的机会，对他很宽厚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可是那个案子已经拿出来了，随时吊在泽伦斯基上那把剑啊，达摩克里斯之剑，也就是他的贪腐案，随时可以治他。对，那现在就看你泽伦斯基啦。那欧洲目前为止都没反应，能卡 A 加 S 通通没反应。而且刚刚像大使讲说。泽伦斯基在这个28点协议提出之前呢，就是深陷到这个贪腐相关的一些案件跟争议，当然也使得呢，他会来自就欧洲刚刚特别提到的几个主要国家的这种强大压力。那针对这28点和平协议啊，像是法国的，还有德国，还有呢英国啊，这3个国家呢，也跟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通话之后啊，他们也先发表了一份共同的声明。指出说他们是欢迎美方为终结战争所做的努力，但是也重申说，这个任何牵涉到欧洲国家、欧盟、北约的协议都必须经过欧洲伙伴的同意，或者是在盟友之间达成共识。另外，欧盟执委会主委范德莱恩也强调，任何替乌克兰做出的决定都不能少了乌克兰的参与。可是刚刚我们看到，就没有乌克兰的角色啊，对不对？好，波罗的海3国的外长呢，日前才联名投书啊，到《金融时报》，他们提出警告，他们说大家要小心啊，因为俄罗斯绝对不会满足于暂时占领他国的领土。各界如果寄望于用土地来换取脆弱的停战，就是在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从历史上面来看，本来就没有永远的和平这件事情啊。没错。所以聂老师怎么看这项协议真的能够，就算答应了，也不太能够保证是永久的和平啊？没错，东西没有永久的。你可以这个问了一个问题叫长久和平可以。我们都知道欧洲以前有多少的战士，光这个英国这个本岛英格兰 Scotland 打了多少战争，玫瑰战等等。北爱尔兰、南北也打了多少战争？光这个小地方打多少战争？这整个欧洲是到处打。可是现在的欧洲不太一样，它不是一个国家，它国不国、州不州的，很奇怪哈。它是欧盟，可是欧盟又不是全部的欧洲国家。我们先这样讲哈，就是，但我们要肯定一个东西，就是欧洲这个大陆啊，以前是一个战争大陆，真的到处打仗，可是现在是一个和平大陆。所以欧盟得过诺贝尔奖和平奖，在2012年，大家知道是欧盟这个区得和平奖，所以他们期待和平，因为他们现在是一个和平共处，甚至有所谓的申根签证，而开始走上了欧元区。当然，欧元区现在只有19个国家。当然，大家都知道嘛，1999年开始只有11个国家，后来希腊变成12个国家，所以它那个星旗上是有12个黄色的星星。可是现在加到19个国家，但重点是哈，
那个欧盟国家到有几个？28点和平协议，那刚好28国，可是现在是27，因为英国他情何以堪？那我最大为什么都德国带领，所以他退出了。好，不管怎么说，27以前的28个欧盟国在一起的组织的力量够大，但也不够大。对，他们的分分合合到现在，这个欧洲以前算是老虎，现在是欧洲猫，所以说他敢讲多少话？所以刚刚说好像也不太有反应，但还是有一点反应，就是后来讲的这几句话嘛，就是说你不要自己你来决定我们的事，来我们欧洲应该要经过我们欧洲伙伴的同意。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少了乌克兰，可是你要知道乌克兰角色又很奇怪，虽然土地很大，经济也不差，军事也还可以，重点是乌克兰不是欧盟国。那你刚刚讲到后面那个说，他的俄国会不会雄心更大，会再去找那个波罗的海东边的3个小国？这将会有它的历史意义的。它是在2024年10个国家同时加入欧盟的时候的3个重要国家。这3个国家其实它的实力它虽然不大，他们的经济体不错，他们的经济所得不错，还有他们是所有的组织几乎都加入了，不管是IMF 啊、国际货币基金、对 UN， 甚至申根签证，甚至欧元区都是。但重点是还不至于俄国会去马上攻他。我必须讲，这一次呢，和平协议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其实我觉得所有人人没有好人坏人，国家也不是好人坏人，就是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俄国坏就一路坏下去，哪有？二战的时候其实俄国打赢了欧洲，不是美国所以你说俄国又这么坏吗？不是，因为俄国在师出要打有名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名称，就2件事：武器东扩，还有加入北约。我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就知道，2021年是不是很多这种声音？到2022年初为什么会打上这一仗？就是因为你武器一直要东扩，一直要加入北约嘛，所以俄国才惹毛了。拜登就知道了情资消息说他要打乌克兰了嘛。他这现在有什么理由打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还不至于。我就是想，就是不明白，就是说。波罗的海3国他们提出这个警告，表示说他们有很强烈的威胁感啊。可是要问的就是，俄罗斯干嘛要打这个波罗的海3国？所以我觉得他师出无名，这有点像日本对台湾一样。当然，日本就像说台湾有事，他们就有事，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心中有敌意，俄罗斯的，因为他们以前有历史情仇，是有敌意的，所以他们会发出这种声音，你知道吗？即便是乌克兰也有2种声音啊，像泽伦斯基这一种比较偏西的，还有你要知道顿巴斯克这边的很多人其实是支持这个俄国的所以每一个地方就像台湾有支持统一、有支持独立一样的道理。我们看一个东西不能全看全局啊，不能看到一半以上就觉得代表全部。我必须说是他们有一些领导者，现在有一些过去跟俄罗斯的一些暗情仇所造成这种，就把这种所谓文宣呢就无限上纲了。我先讲一下，最重要是28点协议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吊诡，也就是俄罗斯这次绝对是打赢了，而且不但是打赢了，而是大赢。为什么呢？他原来要的东西全拿到，还加上了割地。你看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那边的这个卢甘斯克、顿巴斯克全部要拿回来了。这不得了，这个是川普答应的哈。第二个呢，北约就是说你就不能加入北约，这已经完全属实，而且呢还限军还加码，叫限军60万以下。对，还有一个很重要，你其他欧洲国家也不得在乌克兰驻军，我讲武器也没办法东扩。你就不觉得他已经拿到了所有，还更加码了？还有一个，俄罗斯一路被美国或者号称他的民主联盟去限制他的所有经济制裁，请问这件事它里面有28有没有一个叫做经济的制裁？那么逐渐取消，你不觉得俄罗斯大赢吗？那当然，这个刚刚大师讲的，是不是川普跟他通俄门啊？是不是这个俄国共同来定这个？而且这次特使是哪里特使？俄罗斯特使，对，白宫特使，没有一个乌克兰的角色，就俄罗斯说了算。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在国际气氛围这蛮吊诡的，也就是乌克兰这次真的说，俄罗斯这次算是打赢了仗。当然还有川普他自己的心怀鬼胎啦，我觉得他自己有他的利益考量。那这个我们还要再往后观察。所以说这个现在外界看这个28点和平协议啊，觉得说这个提出来的怎么比普丁当初所提出来的条件还要好？到底川普在想什么啊？那这个在战场上面呢，我们先来看战场的这个态势才是最正式的、最现实的啊。俄军一方面在红军城还有乌军跟乌军的展开这个激烈巷战，那一方面呢也宣称他们攻下了重要的堡垒啊，一个战略的重要据点就是库皮扬斯克。而在这个时候呢，也听到了法国总统马克宏，他虽然呢跟这个泽连斯基啊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也表示说呢，法国在10年内要提供乌克兰100架的标风战机，但是《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不管是乌克兰还是法国啊，目前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100架战机的订单。还有，你钱虽然给了，但是也要看东西做不做得出来。标风战机的制造商达梭航太现在
他们自己都还有233架的订单是积压下来的，好，就是说出不了货，那挪不出产能来制造这多出来的100架援助乌克兰的战机。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提供乌克兰武器真是缓不济急啊！现在再不谈的话，恐怕就没有筹码了。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川普他自己很急了，所以他必须要抛出这28点的和平协议的一个最主要的考量呢？那当然，这个28点呢，他为什么川普会提出？那当然有2个比较注意要去考虑到的。第一个是战况的疲惫啊，战况疲惫，因为想从2022年2月24号打到现在哦，你看打了2年多了，那当然每个都很累，而且美国更是很辛苦，而且川普的每次说要停战，一直都没有停战啊，所以造成这战况是非常疲惫，他也疲惫，加上呢资源的撤走也是很大的因素啊，所以他特别要求在28点里面特别要求到我们注意到有一个是限制他的军队的一个规模，乌克兰，然后第2个是放弃加入这个北约，第3个是承认这个部分领土的现状等等哦，那这些那其实当然你刚刚提到说那个皮克扬斯克它的一个巷战啊，还有城市攻防战等等。其实已经我看他非常之辛苦，那给乌克兰现在其实战况是对非常之不利哦。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是我想是一个压倒骆驼追根稻草，应该是一个出发点，所以川普才提出这一部分哦。那此外呢，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法国的他要援助100架的标风战机哦，那我看在这个欧洲的资源上呢，其实打了这么久，其实欧洲说要支援要提供，但是呢，只闻这个楼梯响，没看到人下来。对，尤其你看这个叫100架的标风战机，你看到它要多少的这个要资金，好，还有生产链，那当然还有这个。还有等等这些很多因素哦，对，包括整个这么多的钱谁去出，谁要拿，谁不拿，就算有钱，对，产能也是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所以呢，欧洲只是在做一个口头的援助的意愿哦，但是呢，如果说要去军购不管是它的供应源，还有财源，还有产能的支撑呢，其实都遭到明显的一个瓶颈哦。那因此，我觉得呢，并不是这个欧洲无力来支援呢，而是资源的这个值跟量，还有交付的时效已经。其实你要做现在这部战机，你要做你看要做多长时间？对，所以这个时间空间都对这个乌克兰非常不利了，而且加上这个川普，我看到他是上次从10月份来到欧洲一趟之后，你看这个东亚之后，你看东亚有点变天了哈。然后想到下次去欧洲，是不是也如同去了日本一样？那去了。乌克兰是不是也跟乌克兰状况又跟日本一样，就会产生更大的一个地缘政治一个变动啊？这是我们有在观察的。对，就谈判来讲的话，其实现在乌克兰是越谈越没有筹码了，所以呢，是不是能够在下个礼拜，也就是11月27号，今年的感恩节之前就同意这28点的和平协议的一些要点恐怕也不是那么的乐观。但是不管怎么的，我们就看到说，乌克兰未来势必会成为这俄罗斯跟北约之间。当初我们也曾经讨论过的，变成了一个缓冲区。